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，传家宝到底是什么？上集视频讲到，我来到陕西的梁家河，我计划进村寻找一些被遗弃的老物件。在村里认识了这位种小麦的大哥，我问他家里是否有传家宝。其实正常人的思维逻辑肯定是不会拿出自己的传家宝给外人看。这位大哥呢，当然也不例外。不过他给我指了一条路，在村子的附近有一处私人收藏的民俗博物馆。我刚刚在这里等了一会儿，跟那个馆长打了电话，他现在过来把门开了，咱进去瞧一瞧啊。我听边上的村民他们在说，全是当地收过来的那些，对，就是以前的那些就是关中地区的一些就是生活用品，还有农耕的一些工具啊，这些之类的。就这里就是了哈。这个是一些石磨，这是老式的，这个是老式的，这是老式，这以前是这种。哎呀，这些太珍贵了。就是说学堂里头以前用的就是这种。哦，以前的学堂读书的时候用的这个。对，它就是。哦，这个都是磨子啊。推磨，这是推磨啊，要么就是驴拉磨。驴拉磨。这位大哥姓骆，也是博物馆的管理人员之一。和他简短了解了一下，得知馆里保存的都是来自关中地区老百姓的农耕工具和生活器具，还有战争年代红军战士留下的宝贵老物件。初看博物馆的外观的时候，真的想不到这里面竟然藏着这么多宝贝。哎呦，这个轿子装新娘呢，你看，这是金钱花纹啊。像这人物的话是八仙过海，那个八仙过海的。哇，它这个上面这个雕刻的保存挺好的，你看这边上的花纹，这个这些都非常的精致啊。哎，这个是马拉轿车。马拉轿车。好比现在的劳斯莱斯啊，在过去这个是大户人家才有的。一个大户人家，第二个官员。你像秦始皇当年也是做的这样的，不过他的那个规格是大，规格更大一些。它是32驾马车的。32驾马车，这上面的这些，这个就是流行于就是民国时期这种，它是一种坐骑，就是女人专门用的。对。哇哦，你看这上面这些篓子啊。你看这些竹篓，那个是有竹盒，有竹篮，前就是食盒什么之类的，把它挂在房梁上。哦，对，里头放几颗鸡蛋或者有几颗糖果啊，白糖啊，就在那个篓子里头装。就是珍贵的那些小食物啊，这是。你看像这种精致的食盒的话，它里头做的小点心，中间的这三个属于茶盘，对，那边呢属于就是礼仪和祭祀方面用的。从踏进房屋的那一刻，我就被满屋陈列的老物件惊艳到了。曾一度心酸被遗弃的老物件，原来一直有人在默默地保护着他们。来感受一下，以前呢就是货郎，就走街串巷卖东西的。哦，吆喝用的。对，就这样打着。对。卖糖葫芦喽！他以前就是买针买线，买纽扣的人会用这个小物件，他就挑个货郎带着摇上去，一路就过来。现在还有走街串巷的，就比如说卖麻汤，小叮当一敲，你听到那声音就是这个属于南方啊，南方就是芝麻糊那种。对。在四川这边，它有一种那个叫什么糖？麻糖啊，对，用叮一敲，给你敲一块一块的。很多精致的一些小物件，比如说你看像这个放筷子的，对吧？应该是放筷子。这上面就是做这个东西，它上面都有一些雕花啊。它那个是纯手工雕刻啊。你看它这个上面也有雕花，就看着很漂亮。这应该是嫁妆吧？这就像它有的就是这种小柜子的话，它就放自己的一些金银首饰啊什么的。这种就是首饰盒。像这种带点弧形的叫整盒，就是枕头，又当枕头又当盒子。贵重的东西啊，或者地契呀，对，就要放在自己的枕头下边。垫付的什么东西？以前人出去的时候，一个背布一背啊，其实那里头不是衣服，只有1-2件衣服啊，其实就是背的这个盒子。就反正就是把最昂贵的东西随身携带。对，你看这也是以前的一种枕头，这是石枕。哇哦，石头的枕头见过吗？这个你看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说独龙车、机关车。甚至就是以前说的木牛，类似于这诸葛亮的木牛。
你看它叫手推车。其实你延续看它的话，像不像个牛？你看它这个笼子啊，这是已经后期了，它已经有铁的这个边缘了。原来的时候它是木头做的，为什么当时要设这个东西？推东西人抬的话很困难，那只有通过它上面更能够推得更多一些。对，这个我们在电视剧、影视剧里面也会出现，但出现的是现在都仿造的，这是原来从木工加这个铁艺结合在一起的。你看，就唯独它这个地方就出现了铁艺包边的地方啊，这个要更早。战国时期就开始就有，以前的部队用的拉辎重就是这个，就是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对，就他们拉的这个东西。这个就是用运重物的它这个是属于清朝末期、民国时间，它应该有铁艺，因为它有铁器这上面。铁器了，你看，它原来的时候就是兵士都在四面推着。东西在上面拉着，这个是行军马槽把它要么放在后面，要么放在前面。这个可能还得要几匹马才拖得动啊。轮子估计就有个40-50斤呢，应该。这个差不多在70斤左右。70斤呢？因为以前的这个木头，他们在行军前或者用的时候，它是用水或者用油去浸泡，水泡了的话它不容易损坏。还有一个就是油浸泡了的话不容易虫或打。你看它这个绳子是赶马的啊，这个就是鞭子啊。你看它这个绳儿，这是现在的丝线，这个是牛皮。这个是过去的线，牛皮线。这些都是古老的智慧啊，真的。每一件农耕工具和生活器具的用途都不一样，南北各地使用方法也都不同。透过一个地方的民俗文化，我们才能更透彻地了解到人文的载体。从生活的基础到文化的衍生，都离不开这些老物件。这个大杆秤我也很多年没见过了，是吧？对，村里头或者有1-2杆，一个队上怎么得有一杆。需要的时候就是说，你去到谁家借杆秤，这样扛上就合适。你看这算盘的话，它是有很多形状的，像这种算盘，这种算盘是出现在课堂上的，就原来我们的先生用的时候，再把上面一挂。这代表五马，是不是这样上下。他教学用的这个是猪毛、猪鬃，就小的时候猪的鬃毛。在农村，我们为什么要去猪杀了之后撕一点去换泡？收猪毛的人收去了之后，他做了很多的工艺，做刷子做这些细致的东西都在里头沿用的。你看，哇，这个这么长的一个算盘呢，这个是干啥用的？这是柜台算盘，当铺或者大一点的商铺的话，有一个是在这边拨着在算，有一个在这边记账。古人的智慧他还是说得过去的，而且我们算盘说老实话，它是有很大功劳的。我们不说到古人嘛，那说到现在就是让我们国人扬眉吐气的，就是2代一星，就是他算出来的。这个很多人没听说过吧？你这个可以去查的对，他算出来的数据可以把整个罗湖泊铺满。当年全中国上千上万的科学家，只要是有文化知识顶端的，稍微顶端一点的，全部隐蔽就来做这些事情。哇，用这个来算，你可以去查我们2代一星的一些功勋，你可以从当中可以找到一些故事细节。因为这个东西你不管走到哪儿可以延伸，它真正是让我们能够听其脊梁的一样工具。对，这个是知识点得记，现在都可以用了。插进去你看呀，这是不是下来了？方便吗？对呀，原来的时候我们还得这样用个锥子解放鞋，用锥子搓散之后这样。我们老家是用那个解放鞋套在那个凳子上，然后就这样搓。哇都打起泡了。尤其这个地方对，这2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容易肿，容易红。哇塞，这个是个智慧啊！这个是什么时候研发出来的？这个就是在80-90年代就有。我们完整的擀一次。你看它这个那个玉米糊，它就从下边，它就从这儿露出去了。这个好。这个就是以前小的时候，就是娃儿小朋友坐在里边玩。坐在里头，你看上大便的地方也有他不听话，把这个抢一下，插个棍子一抢，乖乖的就在那里。在下边有木轮像这种给驴或者马踩蹄子的时候，剪指甲一样，一个蹄子拉起这样往下去压，削了削那些泥指甲这些。马蹄、马掌，
它就消了之后，就把这个放里边。它有梯子有这么大，直接就把这个打着钉进去。这个就是螺面柜。哦，把它一盖，螺的时候它不会灰起来，扬灰嘛不会。它就落下去，粗的了就拿出来又继续磨。哦，对，继续磨，你看它就是这样式的。它的学名叫什么？就是螺面柜。螺面柜。哦。也叫简易的叫面柜。面柜。哦，这些是陶器了啊，陶瓷瓦罐。瓦罐，它上面只是上了点釉而已。哦，这是普通人家用的。你像这个的话，就是地里头的灌溉用的工具。灌溉用的工具，水车啊，把它可以就抬到田间，把一头放到水里头，一头放到地里头，两边这样，它把这个水就带上去了。哦，这个是简易的，就是能够抬到地里头可用的。你像这些瓦罐来说的话，就是我们平常老百姓常见的。对，那就是上地里头去提水啊，给提饭呀，这种。还有一些就是稍微大一点的，像这种的。里头就放几颗鸡蛋啊，或者放其他一些东西，放豆子啊，什么之类的东西在里头。这个叫龙头。这个是在鼻梁上面。鼻梁上的啊。这个就是在嘴里头，缰绳往这两边一拉，你骑的时候你想往右边扯，往右边走就是了。所以说它就很听话。那掉下来这个它就叫龙嘴，就是防止它吃东西。马可以说有的不带，牛带的比较多，就是防止它乱吃嘛，乱啃。对。损害庄稼，这个是单人用的那种，单人用的，一种小驴拉出一个小夯出来，像这种是怕地里头它翻起了这么大的疙瘩，就把它压上去，用牲口一拉，人或者站在上面，打得更碎一些。种子都种完的时候，就用这个把地磨得平平的。这是山地里，这个我知道，耕得很浅。马也可以拉，驴也可以拉，骡子也可以拉。牛也可以拉这个我们那边用牛拉的比较多。上面这个是菠萝，黄河流域用菠萝的比较多，荷兰这边也有的，到现在还没有。上面是种子，然后往下边根，你看它那个锥子啊，那个颗粒就刚好就掉到那几个这上面的那个锥子我看清楚那个叫梨，大的一整套叫梨，这个叫花，这个铁头叫花。对。哇，好响！它这个是为了方便知道自己的马在哪个位置呢？也不是那样养这个牲口的这个人，他对自己的牲口的一种尊重，甚至对他的一种爱，他会去有意识的装饰它。装饰，装饰它，甚至就是说，趁小的时候，刚生下的时候小嘛，都长得一模一样，你没办法辨别，跟邻居家的那也长得一样。就我们家的有个象征，我就在或者嫁闺女的骑着那个马，套上这个，一路。你看这个就是马鞍，下面的这个就是属于围脖叫拥脖，保护它的是吧？他把这个一弄的话，它就两边这个肩胛骨，它就不容易磨破。我见过是把这个没弄好原来这个手艺人他是很有那个良心，也有匠工的一个职业，他做不好的话，他对马的伤害很大，最后把那个骨头都能凸出来，磨的。这些都是知识点。像这个在我们老家叫粪斗，家畜和这个人之间的这种，它跟土和在一起，出来之后把它握了之后再把它打碎，放到地里头。用的时候把它刨在这个里头，挂在脖子上，他就把这抖到里头去了。真正的老农民，当那一把麦子撒出去的时候，你呛着光就看到金黄的那个点有一个弧形，它很有节奏。我是要撒了2米，那就是过去的时候都是2米的一个范围。所以说，为什么就是以前喊庄稼人叫老把式啊？他已经有很成熟的技术和熟练的动作，在种庄稼也厉害，就叫老把式啊，或者就是好庄稼汉啊什么之类的，这是对他们的一种最好的一个评价。对，这个就是油灯啊，挂灯，这有个碾子敲出来，就是它就是这个应该是大户人家才能用上的，是，它琉璃灯明朝比较多，后面清朝、民国，像李大钊啊，或者就是那一些革命家，你看晚上熬夜的时候就用这种琉璃灯，出现这种灯。你看像下面这种
也属于油灯。这个也是油灯。哎，我看了，它这上面有还过去的那个捻子。这个叫捻子啊，用棉把它搓成绳子啊，这么粗的这种绳子，它放到里头，底下是油嘛，它就顺着上来，一点着，它这一般是烧不着的。这个还是有一定工艺了。以前的煤油灯就是类似于这种。这也属于煤油灯这种啊，都是煤油灯的一种。而这种的话，它就有点这个技术，它这可以调。火小的话，就把这个捻子往下去再啊。火要大的话，把捻子往上拉，因为这样的话，越火越大越费油，就是这种。这些是熄灯啊，熄灯就是高脚熄灯，都是民国时期有了。以前用的那个煤油，要么就是清油，或者最普遍的就是童子油，用那个锅炸成油。它一烧的话，那个黑烟往上去，就是黑烟往上冒，然后屋顶都熏黑了。对，煤油也是也会熏，但是它的那个烟估计没有桐油没有桐油的大。风箱拉的啊，抽拉的。它里头的工艺是用鸡毛做的。鸡毛啊？哦，你看它这，你看这个风度很大。对，风的感受很大。这应该是有几辈人了，几辈人才能够把这个地方送上下去。哦，你看这个位置有个凹槽了。哎。我们南方是啥呢？拿那个竹筒子，吹完之后一个黑圈圈啊，对，就是那样。这个认识吧？这个是那个烟斗，水烟，大概是抽烟用的嘛。就里边有一罐水，就是过滤用的。这个烟丝它是块状的，插一点压在上面。抽这个烟是不进肺的，它是嘴里面包一下。对。这种属于原来是装酒的酒贴啊，或者酒瓶啊什么之类的。那酒蒙子可能就直接用这个上嘴了。对，你这只是酒贴，材料是属于锡酒贴。锡酒贴，哎，挺沉的这个。这就是酒盅，一盅啊，一盅就是一提，几个人围在一起。因为原来的时候没有哪一家说我一年四季都可以像现在一样去喝酒。你们这边是喝高粱酒啊？少，高粱酒都少以前少。高粱酒都比较珍贵了西北人不像就是云贵川这边人，他善于把嘴巴先给扶持好。西北人就不，你有的话他一直从到死了之后，他舍不得吃一口。亲朋好友来了之后，能拿出这一提酒，一人喝那一两，意思啊，高规格的接待，甚至炒颗鸡蛋都是个最高的档次的。那时候我小，跟着我爷爷经常去别人家里头。这茶壶倒茶了，哇！你看上边这个茶壶，我记得他们有的花式倒茶的时候过肩这样过肩倒茶的时候，一个是盖碗茶，还有一个就叫罐罐茶。这两种比较经典一些。哇，我们也看得差不多了还有一个地方，往后院